你有沒有遇過這種時刻？明明覺得自己最近狀況不錯，工作穩定，身體還行，存款有一些，朋友也不少，結果某一天一個消息來了，公司裁員，投資暴跌，健康亮紅燈，感情出狀況，然後你坐在床邊拿着手機發呆，心裡只有一句話：怎麼會變這樣啊？更可怕的是，你回頭看才發現，原來崩潰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只是那一天終於爆出來。今天那紅書最後一段就是在講這件事，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超級強國，最後怎麼從世界霸主變成歷史課本裡的一個章節呢？神一開口就很毒，他說尼尼微所有的寶藏都像初熟的無花果。各位知道初熟無花果有什麼特色嗎？熟得特別快，輕輕一搖就掉下來。翻譯成現代話就是表面看起來很穩，其實脆弱得要命。像很多人的手機看起來好好的，剩1%的電量，還很有自信，3分鐘後直接關機。有些人的人生也是，外表風光，內部快沒電，社群媒體天天打卡，實際上天天失眠，照片笑得很燦爛，心裡已經快崩潰。然後呢，神接着說，你的勇士在你中間如同婦女。各位不要誤會，這不是在貶低女性，而是在說那些自以為勇猛的人突然失去了戰鬥力。翻譯成現代話，昨天還在群組裡大喊交給我，今天開始裝忙。昨天說自己無所不能，今天連登錄密碼都忘記。人生很有趣，順風的時候人人都像超人，逆風的時候才知道誰真的站得住哦。很多人平常覺得自己信心很強，直到醫院報告出來。很多人覺得自己很有愛心，直到碰到討厭的人。很多人覺得自己很屬靈，直到 WiFi 斷掉10分鐘。真正的生命不是在順境裡測出來的，是在壓力裡顯露出來的。然後呢，神說城門向敵人大開，火焚燒門閂。各位，這超有畫面。以前號稱銅牆鐵壁，現在門自己開了，這像什麼？像你花了30萬裝防盜系統，結果忘記關大門。有時候人生最大的危機不是外敵，而是內部。很多企業不是被競爭對手打倒，而是自己管理出問題。很多婚姻不是被第三者毀掉，而是長期缺乏溝通。很多信仰不是被世界擊敗，而是自己慢慢遠離神。城門被打開之前，心門可能早就鬆動了。接着神開始用一連串超爆笑的畫面，他說：快去取水，快去修牆，快去踩泥，快去做磚。翻譯成現代話就是現在知道急了哦。這畫面超像考試前一天，晚上10點開始勵志，11點規劃讀書計劃，12點買咖啡，凌晨1點搜尋，3小時背完整學期的方法。人生很多問題都不是突然發生，而是拖延太久了。平常不運動，健康出事才開始跑步；平常不存錢，急用時才想理財。平常不親近神，風暴來了才拼命禱告。不是不能補救，只是有些功課早學比較便宜哦，晚學比較貴。然後呢，神又說了一個超有趣的比喻：尼尼微人像蝗蟲，商人比天上的星還多。官長像蝗蟲停在籬笆上，太陽一出來全飛走了。翻譯成現代話，平常身邊一堆人，出事時全部消失。平常留言兄弟一輩子，出事後此賬號目前無法使用。很多人以為朋友很多，其實只是同事很多。
很多人以為支持者很多，其實只是觀眾很多。當利益存在時，大家都在；利益消失時，才知道誰是真朋友。尼尼微以前有軍隊，有財富，有盟友，有影響力，結果危機來的時候，全部像蝗蟲一樣飛走。最後來到全書最震撼的一幕，神說：你的牧人睡着了，你的貴胄安歇了，你的百姓散在山間，無人招聚。簡單說，領袖沒了，方向沒了，凝聚力沒了，整個帝國徹底瓦解。各位，這裡給現代人一個很深的提醒，真正讓人站立的不是資源，不是能力，不是關係，而是生命的根基。因為外面的東西都可能離開，金錢會變，健康會變，工作會變，名聲會變，但建立在神裡面的生命不會變。那紅書最後一句更厲害，所有聽見尼尼微滅亡的人都拍手叫好，因為他曾經傷害太多人了。這告訴我們一件事，一個人的成功若建立在祝福別人之上，離開時會被懷念；若建立在傷害別人之上，離開時只會被慶祝。所以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我有多成功，而是我讓多少人因我得着祝福。金句：真正能撐過人生風暴的，不是你擁有多少資源，而是你的生命是否建立在永不動搖的神身上。